这次的视频能给你带来的价值有几点啊？我会聊聊第一。AR 产品会不会成为下一个消费电子产品的超级赛道，就像十几年前苹果带起的这个智能手机赛道一样。第二呢，就是我会聊聊 AR 产品有几个大的方向和几个类型的产品类别，分别呢会以怎么样的发展，针对什么样的受众。第三，我会简单科普一下 AR 眼镜利用到的技术，以及这些技术的瓶颈和各自的优势是什么。同时，我认为这次视频最大的价值在于视频最后呢，我会聊聊我亲眼见过的一款目前市面上还没有的，然后搭载了Microled 技术实现的超轻超薄的 AR 眼镜的原型机。那这台设备是我在供应链那儿见到的，因为没办法拍照，也不能透露具体的产品规格和这个品牌，所以我只能通过我自己的描述跟你们讲讲，让我非常受震撼的真实的体验。那看完这次的视频，你会比较详细的，并且从宏观的角度来理解 AR 眼镜这个产品的技术到应用以及未来的发展方向。随着15年前第一代 iPhone 的面世，苹果利用先进的交互方式、激进的大尺寸触摸屏，硬生生地开辟出一条手持网络设备的终端的这个赛道，彻底改变了当年个人 PC 作为主流获取互联网信息的这个局面。在这15年里各种年纪的用户都被改变了浏览互联网的方式。我们频道的观众呢，超过70%都是25岁以上的年纪，大家可以在这里暂停一下，仔细想一想。是不是真的像我说的这样？十几年前，不管是聊天、浏览网页、看视频、处理工作，都是在电脑上完成的。但是就是在这十几年期间，我们现在的一切日常生活，发信息、打电话、打视频电话、订餐、什么预约出行，都已经变到了手机上。手机这种高集成化的电子设备的普及呢，就是科技进步最直观的结果。那么，是不是手机这种手持设备就是我们跟互联网通信的这个最终形态了呢？当然不是，科技呢是一直在进步的。从计算机的发展来看设备体积一直在减小，算力在提高，屏幕的尺寸却越来越大。其中的原因呢是人类的需求就是在小尺寸的设备上，通过强大的性能配合足够大的屏幕尺寸，让我们高效的获取信息。近100年前的计算机，到几十年前的个人笔电，再到10几年前的智能手机还有平板电脑，都是在当时特定的年代基于科技进步和消费者的需求以及互联网的发展催生出来的产物。对整个信息化社会的用户来说呢，小型化、高性能、大屏幕的这个设备的需求，可以说近100年来都没有变过。但是呢，2022年全球，我是说全球智能手机的销量同比下降了11%。2023年第一季度同比又再次下降了14%。那我解读出2点第一就是全球的智能手机市场已经过度饱和了，也就是说智能手机已经没有什么新用户可以被挖掘了。第二呢，就是大家已经不想换机了，说明目前智能手机同质化太严重了。各家的手机其实能做的事儿都差不多，拍照啦、发信息啦、看视频啦、视频通话啦，升级点呢可能就是为了提升那么一点点性能。手机作为手持小型化互联网终端的形态呢，已经差不多卷到头了。那市场过度饱和就意味着破局者即将出现，来开辟出新的赛道，刺激进一步的科技进步。同时在这个过程中呢，也会有新的科技企业崛起，然后靠着新的硬件、新的赛道成为新的科技巨头。所以我的逻辑是，因为我们人类的需求是小型化、高性能、大屏幕的互联网终端，而手机这种形态已经卷到头了，所以轻量并且可以佩戴的 AR 眼镜即将是很多科技公司互相厮杀的新战场。注意这个不是我个人的预测这个是结合过去个人计算机几十年的发展，还有人类对电子设备的刚需，从逻辑上倒推出来的。所以 AR 眼镜必然会是下一个消费电子产品的超级赛道。你当然可以质疑你可以有10000个理由说 AR 眼镜是伪需求，对吧？你可以觉得佩戴不舒适，所以没人会买。就像几十年前，几乎所有人都不会觉得一间屋子那么大的电脑会小型化到这种程度，然后走进千家万户。也像10几年前吧，拿着纸板或者是翻盖的这个手机在物理键盘上敲字发短信的这个年代，也同样有超多的人觉得没有键盘的触摸屏手机绝对不会成为现在的主流。或许呢，此时此刻你正在做着一件事儿，就是用着10几年前无法想象的触摸屏手机，用虚拟键盘来敲字，来表示 AR 眼镜不会是未来一样。其实呢，我们每个人对科技的敏感度，对预测未来世界的能力是都不一样的，这个太正常不过了。但是如果说你问我会告诉你，下一个10年必然属于 AR 眼镜。不过呢 ，AR 眼镜的发展和普及速度会和智能手机不太一样过去10几年的时间，几乎所有参与现代生活生产的人都已经完全接受了智能手机。但是 AR 眼镜呢，在接下来的10年很可能会跟
智能手机共存。因为智能 AR 眼镜对于显示技术、还有高集成化、还有交互方式提出了远高于智能手机的技术要求，所以这就说到我们今天要聊的第二个话题 ：AR 眼镜会有哪些大的产品品类的类型，还有各自的发展方向。在 AR 眼镜的发展初期呢，也就是目前这个时间段，我个人把 AR 眼镜分成了3个大类，分别是全能型、内容消费型以及功能细分型。下面呢，我来结合市面上已有或者说很快就会出现的产品，跟大家详细介绍一下这3个我自己的分类，它们分别的定位、优势还有缺点。那了解完这3类产品，你会像俯瞰全貌一样，从更高的维度清晰透彻地看清整个 AR 眼镜产品接下来10年的发展。首先要说的就是下个月苹果即将发布的 AR 眼镜的类型，我把这类产品归类成全能型 AR 眼镜。苹果呢很可能会把这类产品叫做 XR， 也就是 Extended Reality 扩展现实。其实叫什么不重要啊，在我的认知里面 ，AR 增强现实和 XR 扩展现实其实都是基于现实场景的一个增强，所以苹果要出的眼镜呢，我就暂时称为 AR 眼镜。什么是全能型 AR 眼镜呢？我自己的定义啊，要满足3个条件：第一，独立计算；第二，对现实世界的感知能力；第三，有完善的显示效果。我来详细解释一下刚才我说的3个条件啊。独立计算指的是眼镜本体要有足够强的运算性能，要有能力处理传感器对于现实世界的感知和计算用户的输入输出。苹果的 AR 眼镜呢，会用上一颗 M2 芯片的变种，那这个性能足够处理很多传感器的信号了，包括空间定位，然后空间感知，然后用户的手势识别，还有可能对于周边配件的这个数据进行无线收发。第二个条件呢，就是对现实世界要有很强的感知能力，就需要眼镜本体要依靠摄像头和麦克风完成视觉和声音的感知。苹果的 AR 眼镜呢，会有用于空间定位、眼动识别，还有全彩透视等功能的10余个摄像头，以及用于这个语音交互的麦克风阵列。第3个条件是要有完善的显示效果，这一点指的是依靠眼镜的各种传感器对于现实世界实现感知之后，结合眼镜本体的计算，还要把各种现实世界的信息叠加到显示界面上，那这个才算完整的增强现实功能，也就是我说的全能型的 AR 体验。比如说我戴着苹果的 AR 眼镜来导航，那就需要通过全彩摄像头把现实世界的场景显示在屏幕上的同时，还需要叠加速度信息道路信息、导航信息，同时还要满足透视的这个现实显示的这个效果还要足够接近实景，比如说可视角度至少要达到120度吧，甚至更大，分辨率呢也要足够高，色彩呢还要准确，满足这些条件才算是完善的显示效果。市面上除了苹果即将发售的 AR 眼镜呢，全能型的 AR 眼镜目前基本上没有厂商做出来。10年前的 Google Glass 和几年前微软的这个 HoloLens 呢，都是差一点点就能够到全能型 AR 眼镜的这个定位。但是受限于技术不成熟，那这2个产品分别在计算性能和显示效果上没有达到我定位的全能型 AR 眼镜的这个程度。但是目前的这种状况呢，很可能被苹果马上要发布的 AR 眼镜改写了。不过虽然说整个行业都在期待苹果的下场，但是另一个行业共识就在于，目前即使全能型的 AR 眼镜的硬件规格达到了一个里程碑的程度，目前最大的短板在于严重缺乏应用和使用场景。这也就是为什么苹果的 AR 眼镜即使6月份 WWDC 他们发布了，也只会是定价高于$3000，并且面对开发者的产品。就是因为现在全能型的 AR 眼镜还需要开发者、苹果和整个 AR 行业3方一起探索 AR 领域的刚需和杀手级应用。而且据我自己了解到的信息苹果高层内部对他们即将发布的眼镜评价非常两极化。一些人认为眼镜在硬件方面，包括计算性能、传感器的丰富程度，还有显示效果等几个方面几乎完美。剩下的人呢，觉得眼镜的实际应用方面让他们完全没信心。那这2种极端的评价几乎没有中间的声音。这一点呢，也正是全能型的 AR 眼镜目前最大的短板，就是在于应用和使用场景的匮乏。甚至在这个缺点面前，高昂的售价可能都无法成为阻止全能型 AR 眼镜普及成为最大的短板。缺乏应用场景和杀手级应用呢，就像一个无解的问题一样。市面上如果说没有全能型的硬件，就不会有人探索出应用场景和杀手级应用。而缺乏应用呢，就会导致除了苹果这样有钱有技术储备的主几乎没有任何一个厂商能做出全能型的 AR 硬件平台。这也就是为什么整个 AR 行业都在期待苹果带路。成了下一个超级赛道，横空出世，败了呢，也能让大家赶紧都收心，对吧？回去做什么新能源AIGC 这些其他的资本风口。
所以简单来说呢，全能型的 AR 眼镜肯定是众多厂商和消费者都心心念念的产品类型，但是受限于技术力和应用场景的不确定，以及未知的市场反馈和投入产出比，目前呢只有苹果才敢去尝试。我们都希望苹果全能型 AR 眼镜做成。但是这件事儿，苹果一家说了不算，要等开发者去探索，要等市场去接受，还需要整个 AR 行业的迅速铺开。简而言之呢，还需要时间。下一类的 AR 眼镜，我定义为内容消费型的 AR 眼镜。这类产品对比全能型的3个条件呢，只需要满足显示效果就可以了，甚至完全不需要独立的计算性能和对现实世界的感知。说白了，目前很多厂商都在做的就是这个类型的产品，而且大部分产品做得相当成熟。几个月前呢，我做了一期 AR 眼镜相关的视频，那个时候我说这类产品很快就会像雨后春笋一样出现在市场上了。雷鸟啊、Nreal、Rokit 这些厂商的产品都已经达到了相当成熟的程度了。这类产品只需要满足一个功能，就是能让消费者佩戴舒服的基础上做好显示就行了，能满足消费者躺着看视频、玩游戏，主打的就是内容消费。目前在这个品类的产品里面 ，Rokit Max 也就是我戴的这款已经综合体验我几乎能给满分了。过去1个月的时间呢，我多次出差都是带着游戏机配合 Rokit Max 在飞机上打游戏度过的。对于在旅途中打游戏啊，或者是躺在床上看视频之类的需求，这类主打内容消费的 AR 眼镜最重要的指标就是显示效果。Rokit Max 现在的这个显示效果目前就是独一份的，分辨率能达到1920×1400，而且还有120赫兹的刷新率。那在这个基础上，70多克的重量，竟然还塞入了最高支持600度的屈光度调节的物理结构。那通过过去的几次出差，在旅途中的高强度使用，我还发现一个以前完全没有想到的一个使用场景，就是边走路边看视频，竟然真的可以实现。因为视线是朝前的嘛，并且眼镜是半透明的原因，目光的注意力呢是可以放在前方的路面和视频之间随意切换的，体验非常非常惬意。当然前提是视频本身不需要太强的专注力，比如说一些访谈啊，还有信息密度没那么高的视频是可以边走边看的。有条件的朋友一定要试一试啊，这种显示体验可能能让你提前感受到苹果的全能型 AR 眼镜的感觉了。苹果的 AR 眼镜呢，它的方案是通过全彩高清摄像头采集实景画面，然后配合它的这个 Pancake 镜组的这个结构，来实现超过120度的可视角度，结合高 PPI 的这个 Micro OLED 屏幕来显示实景，再叠加上半透明的视频画面。Rokit Max 呢刚好相反，人眼你是直接看实景，那结合半透明的屏幕实现这个画面显示。Rokit 在内容生态上几乎达到了一个很难企及的高度啊，同类产品几乎都是通过连接手机来提供算力和电量。Rokit Max 呢不仅可以连接手机，他们家还做了一个这个 Station， 通过这个 Station 呢，除了把手机的活抢了之外，顺带着呢还可以输出 3D 电影，还有云电脑办公，甚至比如说还有云游戏，而且他们把这个生态做得非常完善。比如说影牛牛就专门为了 Rokit 做了 AR 版本的 App， 几块钱就可以看一部 3D 电影。那游戏方面也是啊，随乐游跟 Rokit 的合作，让 Rokit 眼镜的用户每个月几十块钱就可以借用性能非常强大的云主机来串流3A 大作。我自己呢偷偷玩了几天老头环，我这个年代的人啊，从小就特别憧憬躺在床上玩游戏的感觉。目前 AR 眼镜的解决方案就是躺着玩游戏的最优解了。除了画面清晰艳丽之外呢，云主机渲染的画面串流到这个眼镜上的延迟也让我特别意外，只有10毫秒左右，跟我本地 PC 串流游戏的体验几乎差不多了。除了画面之外呢， Rokit Max 的音效啊也让我特别吃惊，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做到的，这个音质提升的这种感知甚至不输于120赫兹的刷新率给我带来的体验了，声音很饱满啊，然后综合效果大幅超出了我用过的其他的头戴式设备。那顺带一提啊，很快 ROG 的超强性能的掌机就要发售了，我近期搞了一个。那在这之前我用 Steam Deck 这个连接 Rokit Max 眼镜，很多游戏呢即使是画质调到最低也跑不到120 FPS， 但是 ROG 的这个掌机 Ally 本身的屏幕就是120赫兹的，再加上超强的这个性能，可以说跟 Rokit Max 是绝配。很多游戏呢可以跑满 Rokit Max 的120赫兹屏幕。如果说你有预算啊， Ally 掌机配合 Rokit Max 真的是完美的一种存在。那谈到内容消费型的 AR 眼镜呢，对比全能型的 AR 眼镜，我个人的看法是啊，至少接下来1-2年的时间吧，内容消费型的 AR 眼镜会持续主导整个 AR 赛道。这类产品的显示效果、重量还有佩戴舒适程度都会通过产品迭代来实现小幅度的提高，但是提升不会很大。换句话说，就是这类产品已经可以放心买了，可以闭着眼睛买了，不需要担心太频繁的产品升级迭代。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类产品的厂商其实算是供应整合，不管是哪个厂家做啊，显示模组的供应商，你说就那1-2家，对吧？各家的体验这个产品的体验差别不会太大。目前 Rokit Max 用的就是索尼的1920×1400P， 还有120赫兹的 Micro OLED 面板，那其他厂商呢也可以买得到。屈光度调节呢，所有的厂商也都可以通过添加物理结构来实现。因为这类产品几乎
都是 Bird Bath 这个结构，那既然都是 Bird Bath 结构，那么所有的厂商也都可以通过优化结构设计来实现跟 Rockie Max 一样的轻薄程度。简单来说呢 ，Rockie Max 的轻薄显示效果上的优势是通过结构设计和用料实现的，这种领先只会是暂时的。Rockie Max 最大的竞争力实际上是体现在了他们自家的内容生态上的布局，那这一点是其他厂商在短时间内很难比肩的。我觉得借助生态带来的优势很高级，同类产品的硬件呢是比较容易模仿和复制的，但是生态和内容是需要时间来做储备的。Rockie Max 呢，现在对我来说已经属于出门必带的产品之一了。如果说内容消费型的 AR 眼镜有什么核心特点，那就在于 Bird Bath 的这个结构了。那这种结构的优点和缺点都非常突出。优点是视场角可以做到相对比较大，利用超微型的硅基 OLED 面板，也就是 Micro OLED 面板，分辨率也可以做到很高的一个分辨率。但是因为显示面板在最上面，整个光学结构呢也都处在眼镜的这个顶部，所以说如果你从正面和侧面来看的话，整个眼镜至少1/3的体积预留给了光学结构，导致很多人觉得这种结构其实还有不少优化空间。我简单啰嗦几句 Bird Bath 的这个原理啊，位于顶部的这个硅基 OLED 面板发出来的光线呢，往下发射，然后被45度的反光镜反射到镜片的内层，再反射光线穿过45度反光镜进入人眼。目前这种光学结构在 AR 眼镜产品中处于绝对的主导地位啊，有很成熟的供应商专门做 Bird Bath 这个方案，然后卖给各家做 AR 眼镜的厂商。目前 Bird Bath 结构是很成熟的一个方案了，成本呢相对比较低，所以绝大多数内容消费型的 AR 眼镜都会采用这个方案。短期来看，这种结构呢就是当前权衡了成本和显示效果的最优解。实际上 Bird Bath 的方案差不多已经到头了，很难再做小了，这就导致基于 Bird Bath 方案的这个 AR 眼镜很难再进一步接近正常眼镜的这种轻薄程度了。那么有什么方案能够实现进一步缩小光学结构的体积呢？那这就说到第3类 AR 眼镜了，也就聊到这次视频的重头了哈，那就是功能细分型的品类的 AR 眼镜。我先解释一下吧，就我定义的功能细分型的 AR 眼镜具体是什么意思。相比全能型和内容消费型的 AR 眼镜呢，细分型的 AR 眼镜的代表有去年 Google I/O 发布的翻译眼镜，或者早几年那种只能用来录音的所谓的 AR 眼镜，连个屏幕都没有，这种呢就算是功能细分型。那这类产品有个特点，那就是计算性能相当有限，传感器和显示效果也非常有限，可以理解为是一种全能型 AR 眼镜的超级减配版。这类产品通常只有一类功能，那就是显示一些辅助信息，或者帮你完成一个非常简单的任务。比如说Google 的翻译眼镜嘛，只有麦克风和性能非常受限的计算芯片，没有摄像头。翻译眼镜呢，顾名思义就是用来满足翻译的目的。显示模组呢，也只有单色的简单的文字显示，因为功能非常单一，也不需要很强的计算性能，所以这类产品非常轻薄。但是重点来了，我在2个月前参观一家供应商的时候，见到了一款让我超受震撼的原型机啊，因为不能拍照，也不能透露目前这个产品的品牌信息，所以呢，我参观结束之后，在 iPad 上画了一个大概的示意图，那结合我手里我自己的近视镜，我来跟你们好好曝光一下现在 AR 光波导技术目前最前沿的原型机能做到什么程度。你也许在网上见过很多所谓的这个超轻超薄的这个 AR 眼镜的产品，但是现在目前没有任何一款在外形和轻薄程度上能媲美一副正常的近视眼镜。我列一个参数，各位就明白了。我的这副近视镜呢，大概重量是15克 ，Rockie Max 呢大概是75克。然后我刚才聊到的我见到的这款原型机眼镜呢，内置了电池、光机、镜片、镜框，整个成品总共的重量28克。从外形上看啊，除了眼镜腿儿大概是我这副近视眼镜的2倍宽和2倍厚以外，对比正常的近视镜看不出区别了。两侧的光机呢，隐藏在了这个眼镜腿的内侧，大概在这个位置。然后光机呢，只有小拇指的第1指节那么大。那从正面看呢，镜片因为要实现这个光波导，有不少镀层，看起来透光度能够达到近视镜的90%左右。说的通俗一点呢，这个原型机除了镜片看上去稍微发灰一点点之外，真的看不出来跟近视镜有什么区别了。那么为什么这一款原型机能做到这么接近正常的眼镜呢？2个主要原因。第一，采用了光波导结构；第二，采用了 Micro LED 显示面板作为光机。我个人坚定地认为啊，接下来3-5年的时间 ，AR 眼镜的发展方向就是利用到这2个技术基石，才能把 AR 眼镜进一步做小、做薄、做轻。下面我来详细来聊聊这2个特点啊。首先呢，光波导技术跟 Bird Bath 完全不同啊。光波导利用到了眼镜镜片本身的一块区域，具体来说呢，就是这儿，光机发出来的显示画面呢，会在这个区域多次全反射，然后呢，显示在这一片区域。顾名思义呢，就是光线从光机被镜片内部引导到了显示区域，所以叫 waveguide， 也就是光波导。
其实光纤信号在光纤内部的全反射的这个传输就是一种光波导技术，这个技术已经不是很新了。不过应用在 AR 眼镜上的话，因为不像光纤呢可以做包层，所以很多光线会在光波导的过程中被损耗掉，所以大概就只有光激光源的10%的能量最终引导进入眼睛。那在这个过程中90%的能量就被损耗掉了。那在这儿我就要提第二个特点了，就是 MicroLED 光机。我之前做了一个50分钟的视频啊，科普 MicroLED 的技术。对，就是目前三星销售100万的那台电视采用的同款的显示技术。大家有时间一定去看一看，非常硬核，也非常有价值。有价值到了50分钟长度的视频，竟然还有100多万的播放量。因为 MicroLED 显示技术呢，在接下来的10年内会陆陆续续的成为你的手机、手表、电视、显示器和 AR 眼镜必然会搭载的技术。刚才提到的光波导会损失90%的能量，对吧？大家听起来可能会觉得很浪费，没错，因为光机如果用 LCD 或者 OLED， 能耗会非常大。但是采用 MicroLED 就非常合适了，因为 MicroLED 不像 OLED 那样会老化，寿命呢完全不是问题。另外 MicroLED 相比 LCD 节能10倍，相比 OLED 节能2倍以上。除此之外呢 ，MicroLED 能够实现上万 nits。甚至上百万 nits 的亮度，那这就天然的成为了 AR 眼镜在户外使用的必要技术。所以为了做出真正的像科幻电影里面一样那种轻薄的 AR 眼镜啊，必然要使用结构简单的光波导技术。然后又因为光波导的这个亮度损耗高达90%，所以超省电、超高亮度的 MicroLED 必然就是光波导技术的最佳组合。虽然我见到的这款原型机给我带来了非常强烈的震撼，但是我还是不得不说一下目前这个原型机的一些缺点啊。首先呢，就是可视角度，大概就只有可能40-50度还不到的样子，因为光波导利用到了眼镜镜片的部分区域作为引导结构，那这部分不能作为显示，所以天然的可视角度就不会很大。反而呢，没有采用 Pancake Lens 和 Bird Bath 结构的这个全能型的和内容消费型的 AR 眼镜的可视角度大。不过话说回来啊，这也就是为什么我把采用光波导的眼镜定义成这个功能细分型的 AR 眼镜，因为这类眼镜不需要显示很大的视场角。这类眼镜呢是用来做文字翻译啦、提词器啦、导航提醒啦，还有一些通知提醒这类应用的，所以本身的定位就跟前2类的 AR 眼镜不同。另一个缺点就在于呢，只有单色显示。我提到的这款原型机呢，就只有绿色单色。原因在于 MicroLED 现在最大的技术难度就在于巨量转移了。那关于这个话题，我在刚才我说过的那个50分钟的视频，详细我讲了这个巨量转移这个话题，大家一定要去看一看，看完你就明白了。而且这款原型机的光机呢，就是我之前视频反复提到的上海 JBD 这家公司做的，他们在小拇指指盖那么大的晶圆上，直接生长出单色的这个 MicroLED 颗粒，非常巧妙的避开了巨量转移的这个技术瓶颈。所以缺点呢，就是目前只有单色显示，主要以文字提醒作为这个应用场景。那还有一个缺点就在于，因为整机只有28克，虽然说 MicroLED 有非常非常省电的这个特性，但是因为电池非常小，所以显示屏只有必要的时候会亮起，非必要的时候就不点亮。如果强制以最大的功率一直显示，我个人估计整机的续航可能就只有几十分钟啊。还是那句话，这类产品因为我定义成功能细分型的 AR 眼镜产品，所以它天然就会搭载很小的电池，然后因为眼镜只有28克，又要做到很轻很薄，所以它是故意做成这个样子的。它本身的定位呢，就是文字提醒类的这种使用场景，所以说如果你正常使用，比如说时不时的亮起来导航，然后或者说录制节目的现场作为这个翻译或者提词器，或者用来偶尔看一下导播发过来的信息，让屏幕不处于始终点亮的状态，那么大半天甚至整天的续航是做得到的。换句话说，就是如果说不考虑能耗，光机如果本身需要经常点亮，那你加个大电池就好了嘛。而且这类产品是可以把续航提升几倍的，而且 MicroLED 面板是可以做到120赫兹的甚至更高的这种刷新率，那分辨率也可以做到远超 1080P， 就是看这个产品定位适不适合。那我聊的这一款原型机如果顺利的话，成品在接下来半年内应该会发售了。品牌呢是一家国产手机厂商，到时候上市的话大家可以买来玩玩。我是打算买一个当做提词器用的，那这样以后我录视频的时候和直播的时候，我就可以盯着镜头，同时看提纲还有你们的评论了。对了，我个人估计啊，售价是不会低于2000块的。作为只能用来做文字提醒类的应用，又是单色显示，我个人觉得还是比较贵的。但是大家想一想，光波导还有 MicroLED 光机作为技术基石，我反正是一定会入坑的。说到这儿呢，我就把接下来10年AR 眼镜这个大赛道的各类产品讲解清楚了。我再简单概括一下啊。
全能型 AR 眼镜呢会被苹果主导，高昂的售价和尚不明朗的应用场景都需要至少几年的时间才能在市场上铺开，而且这类产品早期是针对开发者的，普通消费者是完全不用考虑的。当然，如果说苹果下个月发布的这个平台已经搭载了很多自家的成熟应用，那恰好呢你又有钱，那当然可以尝试。内容消费型的 AR 眼镜目前已经非常成熟了，尤其是我戴的这款Rocket Max， 结合 Rocket 自己强大的这种内容生态，我个人是非常推荐买来，不是玩玩啊，是真正用起来，躺着玩游戏啦、看视频啦，然后带出门啊、通勤路上还有出差路上，可以用来给你带来相当优秀的这个内容消费体验。目前大家不用纠结这个 Bird Bath 这个结构啊，因为效果更好的 Micro LED 光机目前只能用在功能细分型的 AR 眼镜上，毕竟可视角度做不了太大，而且只有单色显示。三色显示的 Micro LED 光机呢，要想普及，我估计至少还有2年的时间。所以目前 Bird Bath 的结构的这个内容消费 AR 眼镜会是主流，而且2-3千的这个价格已经非常亲民了。所以说，如果你有内容消费的需求，我非常推荐 Rocket Max 加这个 Station 的组合。还有呢，就是功能细分型的 AR 眼镜，这一类眼镜大家现在不用期待过多，因为这类眼镜现在的售价不会很便宜。另外呢，功能会非常单一，包括我刚才提到的这个 Google 的这个翻译眼镜，到现在还没有面世，对吧？还有我刚才提到的我见到的这款原型机，大概几个月内应该就会面世销售了。那这一款 AR 眼镜呢，它的功能也是属于功能细分型的眼镜，连上手机作为计算提供算力的一个平台，这个眼镜能实现提词器，能实现一些通知消息的提醒，还能实现比如说导航，但是呢应用会非常非常有限。我个人的预计是，不管是全功能型的 AR 眼镜，还是内容消费型的 AR 眼镜，还是功能细分型的 AR 眼镜，都会照着一个大方向去发展，就是越做越轻，越做越薄。最后呢，我个人的分析是一定会依托Micro LED 技术作为光机，还有 Waveguide 光波导技术作为光线的传导的一种方案。但是时间上，我保守估计至少要3-5年的时间，所以接下来几年的时间，市场上的 AR 眼镜的主流还会是以这种像类似于 Rocket Max 这种内容消费型的 AR 眼镜作为主导，来引领这个 AR眼镜的这个市场。 OK， 讲到这儿呢，我就今天的内容就差不多结束了。如果说大家觉得内容有价值，然后有了醍醐灌顶，或者是看清整个赛道的这种感觉，来波互动，点赞，然后评论，然后转发，然后尤其记得从头看到尾。如果说有什么不懂的地方，欢迎回来再看一遍，对吧？帮我提升完播率。完播率现在是各个视频平台 UGC 平台最重要的一个指标。其实什么点赞什么的，点不点无所谓，但是一定要从头看到尾，帮我提升完播率。然后如果有可能的话，看2次，看3次。好，谢谢大家，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儿，我们下期视频再见。